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大多数人都饮食不规律，还缺乏运动，这样就容易引起便秘。那经常便秘是有很大危害的，所以要及时调理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大家早上起床后可以先躺在床上，将双手放在肚脐两侧，然后呢从上到下推腹部，要从肋骨下面开始，这样坚持推2分钟，然后再推中间，也是从上往下推2分钟。这样推腹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肠胃蠕动。每天早上坚持做，能让你产生便意，帮助促进排便。长期坚持可以缓解和预防便秘哦。那如果不想便秘的话，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。没事儿多运动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也可以常吃通片食物。给大家推荐黄骨桥。黄骨桥属于粗粮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可以加快肠胃蠕动，清肠排毒，对预防便秘有帮助。喝茶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喝茶也有很多的好处。适当的喝茶可以提神、消除疲劳、抵抗衰老等。但是喝茶时也要注意，不要沾上下面这3个习惯，不然弊大于利。喜欢喝茶的人要注意，饭前饭后喝茶。喝茶要注意时间，如果饭前喝茶，这样在空腹的状态下很容易增加胃酸分泌，引起不适；而饭后喝茶可能会稀释胃液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，给肠胃增加负担。喝茶太浓，喜欢喝茶的人要注意，不要喝太浓的茶，因为茶叶中含有鞣酸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使人出现贫血的情况，而且浓茶还会刺激肠胃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喝茶太多，不管喝什么都要有一个度，喝茶呢也不例外，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，每天喝得太多，喝多了容易引起茶醉，会让人出现很多不适，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喝茶量控制在6到10克最好。三七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，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三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三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三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三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三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三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，如果血压在1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三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腐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的人呢把它当作人间美味，但是有的人认为腐乳是问题食品，而且还是血管杀手。那么吃腐乳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呢？其实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有东方奶酪的美称，而且腐乳在制作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增加了很多，同时呢，腐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如果适量的吃一些腐乳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不建议大家天天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的含盐量很高，一块腐乳大约含有1克左右的食盐。如果天天吃一块腐乳，很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超标，这样就会对血管造成危害。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最好不要天天的。秋天呢，真的是一个空气干燥、灰尘比较大的时候，那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能时不时的听到有人清清嗓子、咳嗽2声。所以这时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一下。那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吧。这个方法就是用菊花泡茶喝。菊花性寒，有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、消炎止咳的作用。那嗓子不舒服、经常咳嗽的朋友，将菊花晒干了之后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滋润肺部，改善咽喉不适的情况。而且菊花呢很清香，还能够帮助清新口气哦。不过菊花性寒，所以呢，冬天总是手脚冰凉的朋友就不要。入冬后就到了进补的好时候了。那说到进补，就不得不说黄芪了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常喝黄芪汤，防病保健康。黄芪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那很多人呢喜欢用它泡水喝，其实还可以用一些别的食材和黄芪搭配，效果会更好哦。
黄芪可以和枸杞搭配，枸杞是一种常见的食材，枸杞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枸杞多糖、甜菜碱、胡萝卜素、叶黄素等，具有提高免疫力、养肝明目、抗衰老的作用。那将枸杞和黄芪搭配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冬天到了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可以经常这样喝一喝。黄芪呢，很多人都熟悉了。俗话说，内行吃黄芪，外行吃人参。吃黄芪是有很多好处的，可能有的人不知道。那我们来看看黄芪有什么作用。黄芪能帮助暖胃，有养胃的作用。黄芪还有补气补血的作用，尤其女性吃非常好。但如果能和其他的食物搭配在一起，那就更好了。黄芪和玫瑰花搭配，玫瑰花有淡淡的香味，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具有美容养颜、补中益气的作用。如果黄芪和玫瑰花一起搭配泡水喝，能更好的帮助补充气血，排出身体毒素，让气色更好，人也显得年轻了很多。女性朋友可以经常的喝一些。冬天天冷还干燥，所以呢要多注意养肺。而现在有很多人有喝粥的习惯。如果想要养肺健脾，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款粥，每天喝1碗，有很好的滋阴润肺、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那这款粥呢，就是百合杏仁小米粥。制作方法呢很简单，取50克的百合、20克的杏仁，还有一些小米，然后杏仁和百合切碎，和小米一起煮就行了。百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，杏仁能畅通气血、散结消滞，小米则有健脾养胃的作用。所以经常吃一些百合杏仁小米粥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尤其现在冬天了，想要养肺的朋友不妨试一试吧。相信说到鸡精和味精，大家都应该不陌生，基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。鸡精和味精是很好的一种调味品，只是每家用的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用的是鸡精，有些人用的是味精，但也有人说鸡精和味精对身体有害。那鸡精和味精有什么区别呢？哪个危害更大一些呢？首先说鸡精，鸡精是用鸡肉粉、鸡味香精、盐、糖、辛香料等，经过很多工序提炼而成的，它的提鲜效果要比味精更好一些，所以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鸡精。那再来说说味精。味精的主要成分呢是谷氨酸钠，鲜味是比较单纯的。而相比鸡精来说，除了没有鸡肉提鲜成分外，基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总的来说，鸡精和味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在食用鸡精和味精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因为这2种调味品中含有的谷氨酸钠在吃进肚子时呢，会和胃酸反应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食用时只要适量就行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